不管多难养的花，往花盆里撒一把它，几天根状叶绿爆满盆，真是长见识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养花人十分苦恼，因为不管是浇水还是换盆换土，都没能解决根部被腐蚀的问题。其实花卉也和人类一样需要吸收养分，只不过植物的吸收方式是通过根部来完成的。花草养得茂盛，这也是需要技巧的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养花的技巧，只要你学会了，准保你家里面每一盆盆栽都是绿油油的，花开爆满盆，再也不会出现黄叶烂根甚至是枯死的现象。方法一，土豆皮经过发酵后会变成一种极好的肥料，里面富含的氮元素可以促进植物中的茎叶生长。许多新手花友在浇水后发现植物没有变化，于是就停下继续浇水，但其实光浇水是不够的，浇水只是带来了水分，并没有足够充足的养分，大家一定要做好施肥的准备。施肥可以选择装满土豆皮的大米袋或塑料袋，将进入袋中的东西用水冲干净，然后放一些剩饭、剩菜和其他需要处理的新鲜垃圾进袋，再将袋口固定好，对袋子进行轻轻揉搓并拍打，在短时间内可以感受到袋中的热量升高，这就表示发酵成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方法二，大米养殖法。像大米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我们每天都会使用到，是人类最常见的主食之一。它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以及其他的营养元素。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，大米除了我们人类可以食用之外，对我们的花花草草也有许多的好处。只需要把米一点点地撒在花盆里面，贴近花草根部的地方。这里用到的大米就是平时做饭的普通大米，如果家里面有过期的没有吃完或者是长虫子了的大米，那么就更好了。撒上大米之后，在花草的根部再浇一点点的清水，这样可以加速大米发酵。用大米来养殖花草，既省钱又实用，比去花店里面买的肥料还要更加好用哦。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绿植越来越绿油油，而且根系也更加茁壮了。方法三，酵母可谓是人们发明的美食，发酵面团就离不开它。在养花这方面，它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发酵过程中，酵母本身会产生一些营养物质，同时也会激发出大量植物所需的营养物质，并且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动力。酵母能加快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，同时还能保护植物不受病虫害的伤害。只要在花盆内加入一把酵母粉，那么植物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大病了，还能帮助大家缩短栽培周期，加快植物成长。撒酵母粉有什么用？植物如果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们的生长条件，尤其是土壤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。因为植物只能通过根系与土壤保持联系，并且从土壤中获取营养，因此土壤的条件就非常重要。而植物与土壤之间维持着酸碱平衡和水分平衡。当植物获得了充分的水分以及适合自身所需的酸碱度后，自然就能健康成长。当植物出现了不同的生长问题时，往往是因为它们需要的生长条件没有具备或不适合植物生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需要我们对土壤进行改进。
才能达到植物健康成长的目的。方法4，这几年是比较特殊的，很多家庭都会备一些药品，比如阿司匹林，可以镇痛消炎，是很常见的家庭用药。但不小心过期了，也不要扔，因为它是一个养花的利器，能让花卉越长越棒。原先是阿司匹林中含有一种天然的促进生长的因子，便是阿司匹林，不仅可以防止土壤板结，使土壤疏松透气，还能促进根系的发育，可以说是养花的法宝。非常简单，取2片阿司匹林，用擀面杖碾碎，加1000毫升清水稀释，充分搅拌均匀之后，浇灌到花盆里，在生长期用1次就行了，要频繁用，避免造成伤害。方法5，蛋壳家家都有，但用蛋壳养花的人却很少，很多人认为并不实用，使用过蛋壳的人都说效果良好。毕竟蛋壳中的钙元素和磷元素含量很高，同时和有机质发生反应之后，可以使土壤松软不板结。另外，这种除坚硬的物质还可驱除一些害虫，甚至起到杀死的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钙元素可以增加细胞壁的厚度，增加植株抗性，而磷元素可以促进开花，不利用起来真的可惜了。使用之前稍加处理，可以避免发生不良反应。把大蛋壳中蛋液用清水清洗干净，然后放在阳光好的地方晒2天，充分风干之后，捶成小颗粒或者磨成粉，撒在土壤表面，深埋于土壤中，都能起到作用。方法6，各种果皮养花，像家里面苹果、橘子、橙子之类的削下来的皮，我们都可以直接给它收集起来，放进沤肥桶中。这类的果皮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物质，这种物质经过发酵之后，对花草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养分作用。同时像是橘皮等，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芳香精油，在发酵之后也不会产生异味，非常好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